嗨，大家好。刚刚呢，在这个忠孝农家乐吃了午饭，我就稍稍吃快一点，主要就是为了能够骑会儿车。这个农家乐不错啊，他说你的车就停在这边，没有必要停到对面的停车场，还要缴费。总体感觉呢，就是非常淳朴的农民自己办的餐馆啊，菜式呢比较大众。或者说就是家常菜啊，但是味道呢还可以，最起码就跟我们家里头的家常菜一样啊，味道呢可以接受，稍稍呢偏咸了一点点。好在呢茶水自助啊，多喝了几杯水，感觉还是挺满足的。在这么样一个乡下的地方啊，虽然是一片算是旅游景区吧，叫西沙的湿地一个公园的边上啊。但是呢，也别无选择，只此一家啊，就是我们发现的第一家，也可能周围还有一些农家乐的餐馆，吃的还挺饱，所以现在呢，就准备啊，在这个农村的地带呢，随意骑行走一走。这边叫新湖路啊，我也不知道哪是哪，但是呢，我不想进到这个公园里面去了，就围绕着这些乡村的地方呢，骑行几公里，当一下锻炼啊，也看一看崇明农村的景色。崇明呢，作为上海的第11个区吧，也是呢中国第2大岛。它是在长江入海口长江口的一个冲积而成的岛。那么这个岛呢，主要还是划归上海所有，一直呢是农业种植养殖的传统的地方。岛上呢应该有7、8个国家的农场。这些农场呢很早就有了。以前上海的知识青年下乡有些就会来到崇明岛。我家里呢也有一位叔叔，就曾经在这个岛上呢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后面的狗狗在追着我骑快一点点。现在呢，崇明岛变成了上海的一个区，但是呢，中间呢，毕竟还是有长江阻隔所以呢，交通还是稍有不便。有了一条上海长江大桥，通过一段隧道，从上海经过长兴岛，然后呢，到了崇明。我今天呢，就从这个上海长江大桥上开车到了崇明，经过很长的一段澄海公路这条公路非常的漂亮，也特地拐到了乡村里面的一些小道，最后呢，就来到了这里。这里呢，号称西沙的一个湿地公园。
说来就来，你看西沙乡村公园啊，这边呢有很漂亮的漫步的道。那我呢再往外面骑一段，也就是我刚刚呢从外面进来的地方，最后呢再回到刚刚吃饭的农庄，再去寻访一下崇明的一些国营的农场，看看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。这几天呢，冷空气又来到了上海，气温呢越来越低啊。这个当然就是冬天的规律嘛。随着冬天的升入呢，肯定就是气温越来越低。很多天呢都是阴沉的天气，但今天呢早上起来发现说太阳了，除了要把一些晾晒的衣服拿出来晒以外呢，就动了心思要出来走走。刚好呢，今天12月13号啊，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在疫情防控3年之后啊，终于出门一直需要去扫的那个行程码呢，停止了使用。虽然还有健康码，还有各个地方自己定的各种各样的码，但不管怎么说呢，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，标志着呢3年的疫情即将告一段落。很多地方呢已经不再查核酸，不再需要扫健康码，虽然除了个别的某些地方可能还需要啊，总体呢是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，恢复一个自由的状态啊。我相信这个是大家比消除病毒内心的更大的渴望。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时候啊，想着现在啊开车到高速公路上面，在回程的时候呢，就不用再被阻拦、扫码、验核酸，甚至还要做各种登记啊。这也是让我愿意呢到外面来走一走。今天呢，先到上海所属的崇明岛来尝试着郊游。过段时间呢，相信还会去到上海周边的其他省份啊，去做更多的旅行。所以趁着今天的好天气，也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，专门呢跑到崇明来骑行，看看乡间的景色啊。正如大家呢从我的镜头里面可以看到的啊，崇明呢是一片广阔的农村地段，
但是这边的道路呢，一点都不遑多让啊，不比城市里的城区里头的道路差到哪里去。甚至有些地方呢，可能更有乡野的气息，更多的绿色。马路边上呢，有一大片的稻田，虽然这些稻子呢都被已经割掉了，但是那些稻草啊呈现的颜色，还是让大家可以回味刚刚结束的丰收的景象。转眼间呢，就来到了刚刚我进到西沙湿地的这个路口了。大家可以看一看啊，这边有个牌子，西沙湿地啊，有一些农庄，也有一些采摘园，也有农家乐，更有一个荷花博览园，挺不错的一个乡野的景色。现在呢，我从另外一面再骑回去，可以看到啊，左侧这些稻田呢，经过了生翻以后啊，把这些泥土都翻到了上面，这些稻草呢，我相信就烂在地里啊，成为一个肥料。对于崇明岛呢，从很小呢，就因为家里有亲戚啊，在这个农场里面工作，所以他回到上海呢，都会跟我们讲一讲农场里面的一些生产劳动的状况，农村的见闻，所以多多少少呢，对这片土地啊，长江里面的这个大岛呢，有一些好奇。结果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呢，获得了一次很好的机会，就是呢，有一个社会调查这样的活动啊，当然也是在学校组织底下，跟着老师们几位同学呢，曾经来到了崇明，来去到各个农场里面做社会调查。当时呢，只有坐船从吴淞口那边来到了崇明岛，应该是叫陈家码头吧，具体我忘了啊，要坐好几个小时船吧。结果呢，可能遇到长江里面有风浪，还发生了晕船，到现在为止呢，还非常的记忆犹新啊。所以也正因为有了当年的还是一个学生时代的这样一个记忆，后来到上海，听说这个长江大桥通车以后呢，也第一时间来走过几回，但是呢，每次都是车来车去啊，走马观花。这次呢，也同样是开车来，
但是呢，可以在这样的乡野地方啊，湿地公园的周围骑行一圈，并且有机会品尝一下农家菜啊，就感觉又有不同。现在我骑行的这条乡间小道呢，两边种植的应该都是水杉树啊。这个季节呢，这个水杉跟外面的金黄的稻田啊融为一体，有一种啊，虽然看上去苍凉，但是呢，又夹带着一些丰收的喜悦啊，这样的风景。这个地方呢，现在啊，农村也做了很多的建设啊。每到一个地方呢，也都有一些乡下的广场啊，一些专门休闲的设施。像这个地方呢，叫三字广场，感觉是一片新农村的新气象。但是地上呢，照样是按照传统方法在晒制这些稻谷。我特地到里面来兜一圈啊。原本呢，我就很自然的以为啊，崇明呢作为上海的一个区，应该也是讲的都是上海话啊。可是我刚刚跟开农家乐的老板父女俩吧，在聊天的时候呢，就发现啊，他们对于上海话听完全没问题，但是在用自己的家乡话来表达时候呢，生怕我听不懂上海话，还是努力的说这种当地味的普通话来跟我进行交流。那我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呢，就突然发现啊，他们很多的一些说话的腔调、发音呢，可能更多的受到长江以北、南通这边的影响，就是有一些北方的调在里面，跟上海郊区啊，我指的是南汇、奉贤、金山、闵行那边呢，那些发音还是有很大的不同。因为南通这边呢，虽然离上海很近，但是呢，他们可能更有点像更北的长江以北的那种方言的发音，而上海这些郊区的农村呢，像松江啊、青浦啊，可能更多的呢受到苏州那边方言的影响，所以这个发音呢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。所以以前曾经有人说要把南通这边的方言划归为吴语区，结果呢，就有人就反对啊，觉得其实这个发音差得比较远。这也是我今天来崇明啊一个小小的发现，就发现崇明的老百姓讲的本地话呢，其实是带有一些南通那边的口音啊，但是又不完全是南通话，互相呢其实可以都听得懂，能够交流，但是呢，跟上海其他的一些郊县的地方啊，这发音还是有所不一样的，这也算是一种学习吧。
这边呢也有一些建得相当不错的农家乐的房子啊，所以其实开车稍微往里面深入几步呢，有很多的农家乐，所以看来呢，这边啊早已经形成了一种农民都出来做生意的这样的环境了啊。看到前面写的忠孝农家乐，就说明我已经回到了我刚刚吃饭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我还意犹未尽啊，准备到这个景区门口再去兜一圈。从这边呢可以看到，有很多的停车场，但是大部分呢都被挡住了。一个可能本来就这个季节少有游客，另外一个呢可能也是前段时间的管控的要求吧。我看很多的这些路口都被封住啊。左手边马路对面的就是一个荷花博览园啊，应该也是一个售卖门票一个公园。看来这边还有很多的停车场啊，作为一个景区，应该热闹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到这边来活动、休闲、观赏的。这边呢就有个牌子啊，上面写着当天预计啊累计入园人数等等，最大承载量呢是10万人，但现在呢入园的人数只有1000多一点啊。这个还差得太远，只有1%而已。所以要恢复到疫情之前呢，还有相当多路要走。边上呢也有一些卖小吃、卖土特产品的小店街。荷花博览园呢是一个农业休闲观光这么一个功能的园林，应该占地面积还不小。其实这些郊野公园呢，各个地方啊都有，形式呢都差不离，也都类似吧。就像前段时间去过的塘下、廊下这些公园啊，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乡野的气息。同时呢，也有人造的园林，边上呢都有农家乐啊，吃农家饭等等。有些呢还背靠着100年的老街、老镇。但也有一些呢，就是纯粹是农村的风光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在这样的一些乡野地方散步、骑行，哪怕是开车闲逛，都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。就像我现在啊，骑行在这个不知名的马路上，两边的这个树啊，都有了一些金黄的颜色啊。好在今天呢有太阳，在太阳底下骑行啊，还是有一种温暖的感觉。看河里有很多人呢，还是在垂钓啊，哪里都可以看到的风景。
最近几天呢，网上各种信息都有，大部分呢都是各个地方啊更加的开放。就像刚刚我说的，行程码呢被取消，各个地方呢也宣布不再查验核酸，除了一些特别的地方，各个城市之间啊，大部分的都把公路上的这些测核酸验码的关口呢都给撤了。而且呢，也听说啊，国内和香港之间关口的话呢也快通了，并且呢，境外人员到中国来也会更加的便捷。不久呢，据说就会出台缩短隔离时间，甚至取消强制隔离的措施，只是在家里头观察几天就好了。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好消息啊，接二连三，所以呢，感到非常的振奋啊。在这个公园这边呢，我就看到一片大湖，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已经是岛外的江水了啊。今天呢，我在公路上面看到有一个牌子，写的是无为寺，就是一座庙宇啊，就感觉这个名字起得很好。我呢就特地到那个庙宇跟前呢，开车去转了一圈，就想到无为而治才是最高的管理境界啊。就像一个国家说无为而治，其实并不等于说是无政府主义，一切都放任不管，而是说呢，通过一种开放的政策啊，让老百姓呢根据自然的规律，根据市场的经济，自己呢在法律的框架下自己去做事，去生活，也就是让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，甚至呢做国家的主人，当家做主啊，这才叫无为而治。所以这个无为寺啊，我觉得名字起得相当不错。现在呢，我又来到了一片松林，或者说是杉树林啊，应该是水杉林吧。金黄的这个林荫大道7段，所以我也是在骑行过程当中无为而治，骑到哪算哪，遵从自己的内心，只要把这个时间设定好，记得归程就好。这样的景色啊，这样的骑行体验，在别处应该很难有这样的地方。这边呢有2个景区，西沙明珠湖和西沙湿地，方向呢相反。我呢还是往左边去啊，回到我刚刚停车的地方，再去下一个目的地。
这边呢就是明珠湖的入口了吧？但我不知道左侧的西沙湿地有没有门禁，可不可以进去啊？进不去呢，就原路返回。我在这个路边呢看到一个崇明岛的一个地图。现在呢，我就在这个应该算是左上方啊，就有一个西沙湿地明珠湖那里。那我呢是从右下方的上海长江大桥进到崇明岛的，基本上呢已经走了崇明岛整个长度的4/5了吧。好，我们不耽误太多时间，继续向前走一段。然后呢，准备告别这个地方，再去下一个地方。骑行在这样的水山林荫道啊，耳畔呢就回想起俄罗斯的一首名曲《小路》，好像有这样的一种意境啊。这边呢，湖乐路，我就准备左拐了。这边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农庄啊，白友居农庄。我也不知道这个路走不走得通，但是呢，不妨走走看啊。这里呢有一条田间的小路，这两边的稻田啊，居然还没有收割。在一片金黄之间穿行。结果呢，还是走到了一条死胡同啊。
从这一段断头路出来，继续呢向左拐，凭着感觉啊，去找我刚刚停车的地方。我看到啊，这个小马路两边有种植蓝莓的，有种植葡萄的，各种专业的农庄。这边很多的民居啊，好像是一个集合式的住宅，不知道是不是以前属于农场的物业呢？突然发现啊，这个绿湖村啊，很有意思的。它门前的那个雕塑啊是芋头，你看到没有？惟妙惟肖的芋头一盆，所以这边可能产芋头的吧。算是一个牧林点，其实就是一个小社区休闲地方，大家把很多的一些农作物啊、番薯干啊等等啊，就晒在路边。那今天第一段呢，就骑行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